冬天已经到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光影23世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，我是阿月，每天为您带来最温暖的电影故事，一起来看我仍在此。故事开始前，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，让阿月的声音陪伴你每一个晚上。1970年的这天，阳光毫不吝啬地倾洒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沙滩上。今天又是一个好天气，鲁本斯家的5个孩子便在这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尽情嬉笑玩闹，他们的笑声、欢呼声与海浪声交织在一起，让这片沙滩成为充满爱与笑的人间乐园。这时，家中最小的弟弟马塞洛抱着从沙滩上捡来的小狗，不顾保姆阻拦，径直推开父亲鲁本斯书房的大门，向父亲撒娇，称自己想要收养这条小狗。鲁本斯正与好友议事，但他被打断了也不见恼怒，反而乐滋滋答应了小儿子的请求。鲁本斯一家前不久才搬回里约，他们生活在此地最富裕的海滩街区上，住着独栋精巧的大房子，平日出入往来的也都是文艺界知名人士，一家人相亲相爱在一起，过着优渥舒适的生活。在大女儿维洛卡看来，这就是人生最好的时候，而她喜欢举着摄像机四处留影记录生活，弟弟妹妹的笑容，街头碰杯的人群都被她收录进镜头之中。在维洛卡的认知里，这样的日子会如里约终年吹拂的海风一般永不停歇，但巴西政局的汹涌变化注定了好日子不会长久。这天，他和好友们在看完电影回家的路上，当车子驶入一处隧道时，气氛瞬间凝固，前方一群荷枪实弹的军人拦住了去路，众人被粗暴地赶下车，维洛卡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好在经过一番检查，军方确认他们并非当局通缉的犯人后，维洛卡和朋友们才被放行。原来今早9点，瑞士大使遭一群极左革命运动分子绑架，而电视上对这一事件的报道让鲁本斯心头猛然一跳。自从1964年巴西政变军政府上台后，他的左派立场与当局发生冲突，先是被撤销国会议员身份，随后便一直逃亡在外，前不久才结束了流亡生活，重回公务员岗位。可近日来本地频繁发生的大使被绑架事件，加之大女儿迟迟未归，令鲁本斯心头的不安攀上顶峰。好在维洛卡平安归来，解释了缘由，鲁本斯才松了口气。可他不想让孩子接触政治上的负面，便只字未提军队的做法，只是嘱咐女儿以后少和皮姆那个花花公子哥出门。但当鲁本斯关起门与妻子尤尼斯聊天时，又开始操心起维洛卡的安危。维洛卡即将升入大学，以他的性格绝对要参与学生政治，而老友加斯帕一家作为同事逃亡归来的巴西人，由于疑心被军方监视，打算不久后就搬去伦敦生活。如今恰逢多事之秋，街上的军人越来越多，维洛卡或许已被当局盯上，鲁本斯便想让他跟随老友去伦敦生活一段时间，等到这阵动荡过去再接回身边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通电话的打来，鲁本斯立即起身躲去书房接听。他那副神神秘秘的模样让尤尼斯总觉得丈夫有什么事在瞒着自己，但出于对丈夫的尊重，她没有选择接听分机。而今天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似乎只是生活的一段小插曲。一觉过去后，一家人又恢复以往的幸福生活，他们会一起玩桌游，一起去餐厅吃饭，一起畅想维洛卡上大学后的时光。很快到了老友加斯帕即将启程的日子，鲁本斯带着一家人前去告别。加斯帕劝他，巴西如今局势动荡不安，由于过去的政治立场，他们都是当局的眼中钉，不如和自己一起去伦敦，起码能保全家平安。但这毕竟是鲁本斯的祖国，他对时局仍抱有乐观的态度。鲁本斯相信不久以后，一切就会重归于平静，加斯帕也会再次回到里约，继续开他的书店。在维洛卡去往伦敦前，家中举办了一个小型宴会，等待开饭的途中，鲁本斯便在书房里与好友们忧心忡忡讨论起军队的近日动向。雪茄燃了一根又一根，众人的眉头也愈发皱紧。军队与民间组织的冲突日益尖锐，未来的局势充满了不确定性。但当尤尼斯走来喊开饭时，那些有关局势的种种担忧便被通通留在了书房里。
取而代之的是舒芙蕾刚出炉的诱人香气。饭后跳舞时，小女儿芭比举着掉落的乳牙跑来，鲁本斯便将其珍重收了起来。随后一家人又在碧海蓝天下和好友们拍了一张大合照。维洛卡前往伦敦后不久，独自在家的二女儿安娜这天接到一通奇怪电话，对方先是询问父亲是否在家，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就立即挂断了电话。但安娜没放在心上，因为大姐终于从伦敦寄回了第一封信件，随信而来的还有一盘录像带和一张唱片。全家人便兴奋挤在屏幕前，一边听着母亲念信，一边观赏大姐镜头下的异国风情。伦敦街头，红色双层巴士穿梭而过，穿着风衣的维洛卡调皮又可爱，弟弟妹妹们看得目不转睛。虽与大姐远隔重洋，却通过这些文字与画面又好似紧紧团聚在了一起。第二天恰逢休息日，尤尼斯便与丈夫在书房里整理女儿寄来的照片。这时，一群带着枪械的军人突然闯进屋内，称要带鲁本斯回去问话。而鲁本斯似乎对这个结果并不惊讶，他转身安抚妻子不必担心，自己去就来。可尤尼斯看着驻守家中的这群军人，一股强烈的不安瞬间袭上心头。就在鲁本斯上楼换衣服时，外出玩耍的三女儿纳鲁跑过来披上了他的衬衫。纳鲁不知道父亲具体要去做什么，他只是贴心为其整理好衣领，嘱咐父亲要早点回来。与此同时，领队施耐德从书房翻出一张唱片后，忍不住冷笑了几声，因为这是巴西一名音乐人在流亡时期发布的首张专辑。而鲁本斯为何会收藏于家中，答案似乎也不言而喻。鲁本斯离开前答应尤尼斯会回来吃他做的舒芙蕾，可看着丈夫扬长而去的汽车，尤尼斯心中的不安快要凝结为了实体。但家里还有孩子要照看，他不能在孩子面前乱了分寸，便先将2个稍大的女儿送去邻居家暂住。面对年幼好哄的芭比与马塞洛，便强装镇定，谎称家里这群人是防治害虫的工作组。然而尤尼斯不时望向门口的眼神，还是泄露了内心的恐惧与担忧。丈夫真的会平安归来吗？他们又究竟要做什么？施耐德小队进驻后，这座原本充满欢声笑语的家瞬间被阴霾笼罩，家中每个角落都被他们密切监控了起来。孩子们无论是吃饭还是看电视，都会感到背后有一双眼睛在死死盯着自己。至于这期间，但凡有电话找鲁本斯，施耐德都会第一时间出现，要求尤尼斯必须对外宣称鲁本斯已经出差。可一直到太阳落山，鲁本斯都没能回家。而尤尼斯来到丈夫书房，发现这里已被人粗略翻找过一次，一片狼藉。更糟糕的是，到了次日，尤尼斯不仅没等到鲁本斯归来，反而和女儿安娜一同被当局叫去问话。在临近目的地时，军队的人要求尤尼斯2人戴上头套，而等到尤尼斯眼前重新出现画面时，他发现自己被带进了一间审讯室。这里昏暗压抑，只有一盏惨白灯光映照着眼前官员的冷峻面庞。官员坐在桌后，目光如炬，要求尤尼斯必须老实交代鲁本斯回国后的颠覆罪行。毕竟他当年可是密谋反对革命才离开的国家。尤尼斯却觉得对方是在无稽之谈。6年前丈夫是因为政变才被迫流亡海外，更何况鲁本斯回国后从未参与任何政治活动，这些指控根本就是凭空捏造。可紧接着官员说出的话语让尤尼斯如坠冰窟。原来军方一直在监视他们家的进出活动，有好几个被当局重点关注的对象都与鲁本斯有密切来往。他们还有意无意提起远在伦敦的维洛卡，言语间的威胁之意不言而喻。尤尼斯被吓到一阵颤抖，老老实实认进名册里的熟人。可他怎么都没想到，女儿安娜的老师玛莎也会在名单之中。官员这才告诉他，玛莎的儿子为智利的颠覆分子提供后勤支持，而他本人还曾给鲁本斯传过一封信。官员想知道鲁本斯是怎么把信交给反动分子的。尤尼斯不得不再次强调，丈夫与那些人没有任何关系，而他还当这里是讲究程序的地方，要求必须见到律师。官员便知道今天不会再问出什么东西了，便喊来士兵
将尤尼斯带了下去，头套再次遮蔽了尤尼斯的视线。而他穿过长廊时，两侧牢房内不时传来的哀嚎与尖叫，以及鼻尖萦绕的血腥气，更是吓得尤尼斯双腿发软。在路过等待被传唤的女儿时，尤尼斯还是强装镇定，安慰她马上就能回家。可尤尼斯自从被投入监牢后，就模糊了对时间的概念。他不知从关进来那天起，究竟过去了多少天，也不知女儿是否安好，丈夫又身在何处。尤尼斯在这暗无天日的狭小空间内变得越来越憔悴，可当局对他的折磨还没有结束。在第二次提审无果后，尤尼斯再度被扔进监狱，但在听见耳畔传来的年轻女孩惨叫声时，他瞬间变得惊慌起来，生怕那是女儿在遭受虐待。好在负责押送的士兵并不认同如今巴西的军事独裁，他小声提醒尤尼斯，他已经被关押了5天，而安娜只待了1晚就回去了。至于鲁本斯，自己确实没有见过。得知女儿平安无事后，尤尼斯勉强松了口气。他回到牢房，用石头在墙上刻下印痕，以此记录时间的流逝。而这座军营就像座人间炼狱，日日夜夜，尤尼斯的耳畔都充斥着士兵的叫骂与被囚禁者凄厉的哭喊求饶声。他眼中满是疲惫与沧桑，只有想到家人时，才会闪过一丝微光。当那些印记密密麻麻列了一整排后，尤尼斯终于得以释放。屋外的新鲜空气令他感到如获新生，而在踏入家门后，看着孩子们那一张张熟睡的脸庞，尤尼斯悬了许久的心才终于稳稳落地。可监牢里那些痛苦的记忆却如同阴影，深深烙印在他的心间。尤尼斯冲进浴室，用力搓洗着肌肤，似乎这样就能把那些屈辱、恐惧与绝望随着水流一同冲走。而纳鲁见消失数天的母亲终于回家，便再也遏制不住思念，扑到她的怀中。最近发生在家中的变化令这个只有10几岁的女孩内心惶惶不可终日。她不知道为什么爸爸妈妈会接连消失，明明不久前他们还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尤尼斯感受着怀中孩子的恐惧与不安，也不禁红了眼眶。他答应女儿，只要睡上一觉，一切就会重新好起来。他们还会一起吃舒芙蕾，一起在沙滩上玩闹。可安抚完纳鲁后，尤尼斯又陷入了更深一层的焦虑。自己和安娜都已平安归来，那鲁本斯呢？他人现在究竟在哪里？尤尼斯找到丈夫的老友们，一起商量营救鲁本斯的计划。可他未曾想到，军方竟会颠倒黑白，在报纸上称从未逮捕过鲁本斯，而今全城的媒体也都是军政府的喉舌。尤尼斯只好准备联系海外报社，制造舆论来逼迫政府交人。但她首先要找到丈夫身处军营的证据。尤尼斯在律师的帮助下申请人身保护令，以确保丈夫的自由和权利。随后前往军营开走了丈夫的车。尤尼斯询问负责人是否清楚丈夫被转移到了何处，可对方没有正面回答问题，而是将问题踢给了联邦警察。但当初配合军方实施抓捕行动的就是联邦警察，两个机构蛇鼠一窝。尤尼斯知道这条路行不通，便去求助安娜的老师玛莎，因为官员说过玛莎曾给鲁本斯传过信。玛莎承认确实在军营里见过鲁本斯，可她在牢里吃够了苦头，害怕再一次惹祸伤身，无论如何都不肯答应尤尼斯出庭作证。在营救丈夫的路上，尤尼斯遭遇了重重困难，而她原本安稳美好的生活也随着丈夫的消失出现了裂痕。即便是出了军营，军方也派人守在家门口，时时刻刻监视着全家人的动向。可尤尼斯除了在心底咒骂几声，毫无办法，因为他如今面临着一个更为棘手的难题，那就是手中没钱了。保姆这些日子里的工资还没结算，孩子们的衣食开销也是笔不小的数目，但没有鲁本斯本人出具的证明，银行拒绝尤尼斯提取的账户里的资金。尤尼斯只好将手头仅剩的一些外汇兑换成现金，随后找到了与鲁本斯来往密切的利诺，质问她丈夫到底在背着自己做什么。尤尼斯不是傻子，监牢里官员出具的名单给出的理由并非凭空捏造，
利诺这才坦白，鲁本斯与他还有远在伦敦的加斯帕，其实一直都在暗中支持国内的民主化运动。他们一个跟外国媒体打交道，一个给人提供庇护，一个给没消息的家属送信。不过利诺可以保证，新闻上报道的那些暴力绑架行为，大家从没参与过，而他们之所以会选择对家人隐瞒这件事，也是出于保护的角度考虑，不然尤尼斯要是真知道什么的话，绝不可能好端端走出军营。尤尼斯闻言五味杂陈，一方面觉得自己遭受了欺骗，一方面又感动于丈夫的保护，担忧起丈夫的安危。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丈夫，与他一同承担接下来的一切。与此同时，维洛卡从伦敦寄来的信件，这也许是这个家中为数不多的欢乐了。尤尼斯在孩子们的簇拥下，念起心中女儿在伦敦的新奇见闻，在一片久违的欢笑声中，他一直紧绷的神经也悄悄放松了些许。但尤尼斯只允许孩子们互相传阅姐姐寄来的照片，不肯让他们接触这封信。突然间，屋外传来砰的一声巨响，尤尼斯连忙甩下信件，追出去查看，结果发现是儿子抱回的小狗竟意外遭遇了车祸。看着那一地的鲜血，尤尼斯终于崩溃了。他冲向那辆一直监视着自己家的汽车旁，发疯般拍打车窗，质问他们丈夫究竟被关在了哪里，而他们究竟要做到什么地步才肯放过自己一家。与此同时，留在家中的安娜捡起母亲刚刚丢下的信件，发现了她隐藏的后半段内容。原来维洛卡在信的末端不断追问家中究竟出了什么变故，为何伦敦数家媒体都在报道父母和妹妹的被关押。一直以来，尤尼斯都在独自承担恐惧与痛苦，他用单薄的身躯抵挡着外界的狂风暴雨，只为了让孩子们能在年少时光里继续拥有无忧无虑的生活。然而如今努力营造的平静假象被两头拆穿，尤尼斯却只能让安娜赶紧住嘴，继续打起精神，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家庭。而今晚注定是个不眠夜，屋外下起的瓢泼大雨吵得尤尼斯无心睡眠。此刻他仍在研究官方文件，思索救出鲁本斯的可行方案。但就在这时，一份文件从门缝中塞了进来，尤尼斯连忙拉开家门，却见安娜的老师玛莎在车里向他点头示意。而尤尼斯手中的文件正是玛莎撰写的监牢报告。他于报告中明确指出，被关押在军营时见过鲁本斯。玛莎的这份报告无疑是一份强有力的证据。尤尼斯一下子觉得生活有了盼头，找回鲁本斯近在咫尺。于是在通知完利诺这个消息后，尤尼斯决定奢侈一把。第二天兴致勃勃带着孩子们去海边游玩，再准备晚上一起去吃冰淇淋。然而老友克斯的出现打碎了尤尼斯全部希望。克斯作为一名记者，通过多方秘密打听，他能够确认鲁本斯已经遇害，而他的尸首更不知被丢在了何处。森林、大海、乱葬岗，众说纷纭，却无一人敢给出肯定的回复。因为现在的政府太可怕了，大家都活在恐惧之中，所以克斯也希望尤尼斯能够暂时学会隐忍，不要使用手段去迫使政府公开承认鲁本斯的死亡。毕竟他家中还有5个孩子没长大，一旦尤尼斯出了事，克斯无法向死去的鲁本斯交代。尤尼斯纵有万般不甘，可考虑到孩子的安危，也只得选择了打碎了牙往肚里咽。而他这一次面对孩子，依旧选择了隐瞒。尤尼斯清楚真相迟早会被孩子们发觉，但能让他们多高兴一段日子，哪怕只有一段日子，自己这个当妈的也就知足了。尤尼斯擦干泪水，换上微笑，带孩子们去了冰淇淋餐厅，但邻座那合家欢的画面却深深刺痛了他的心。尤尼斯想起上一次来这里吃饭时，维洛卡还没去伦敦，丈夫也还在身边，他们一家是那么幸福，可如今却已物是人非。而还有更加现实的问题等待尤尼斯处理。既然丈夫已死，养家糊口的责任便落在他一人肩上。尤尼斯先是早早挂牌出售了家中的大房子，随后在结清保姆工资的同时，正式与对方说了一声再见。对于尤尼斯来说，如今能省一点是一点。而离家数月的大女儿维洛卡也终于从伦敦飞了回来。维洛卡在路上
屡次想要提起报纸上的报道，问起父亲的下落，可都被尤尼斯抢先堵住了嘴，仿佛大家只要闭口不提，伤痛就不会存在。等到维洛卡接回来后，尤尼斯在报社的邀请下，带着全家人拍了一张没有鲁本斯的合照。原来记者想要报道发生在这个家中的悲剧，以此揭露独裁政府的黑暗，便嘱咐尤尼斯尽量表现的悲伤些，好调动读者的情绪。可尤尼斯偏偏领着孩子们大笑了起来，他的心中的确有无尽的悲伤与委屈，可他不愿以一个受害者的姿态出现在大众面前。尤尼斯要用这看似不合时宜的笑容告诉世人，即便生活给了他重重的一击，他和他的孩子们依然有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希望的坚守。当尤尼斯送走记者后，便向孩子们宣布了搬家的消息。等到周五那天，他们所有人都要打包好行李，搬去圣保罗与爷爷奶奶居住，而他本人则要继续抗争到底，重返大学专攻法律学。安娜闻言，心头却立即不安起来。他们就这么走了，那父亲呢？父亲回来要是找不到大家怎么办？又或者说，父亲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到了搬家这天，尤尼斯收拾书房的文件时，意外发现了丈夫曾收藏的芭比乳牙，而她注意到哥哥姐姐们都在与好友告别，只有芭比一人看着空荡荡的家，眼里满是悲伤。于是尤尼斯将乳牙放回芭比手中，安抚她不要过于惊慌，是不是以为这颗牙只有你父亲知道？但其实我也知道，所以相信妈妈吧，我会照顾好你们的。至于安娜，此刻则独自站在海边，静静回想过去一家人在海滩上玩闹的日子。她不禁有些担心，去了圣保罗，是否还能看见这片湛蓝的大海？是否还能拥有曾经的快乐时光？但无论前路如何艰难，尤尼斯还是出发了。他卖掉了自己的汽车，开着鲁本斯的那辆车，和5个孩子一起，迎着正午灿烂的阳光，向着圣保罗开去。伤痛不会消失，它只是化作了前行的动力，引领着大家向着未知的新生活勇敢奔去。尤尼斯知道，未来的日子里或许还会有无数的困难和挑战，但只要一家人在一起，就没有克服不了的难关。时间一转眼来到1995年，当家里最小的芭比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，而尤尼斯历经岁月的磨砺，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土著人民权利捍卫者。而他这天正在大学激昂演讲时，突然收到了一通电话。在挂断电话的瞬间，尤尼斯红了眼眶。她终于在25年后的今天，等来了丈夫的死亡证明。在儿女的陪伴下，尤尼斯走入政府机关，而门口的警卫看见她时，送上了一声恭喜。在常人看来，面对至亲的死亡证明，被恭喜无疑是荒谬且残忍的，但对尤尼斯而言，这一纸轻飘飘的文书却承载着他20余载的坚持与期盼，是他用无数个日夜的煎熬换来的正义。他终于等来了官方的承认，等来了迟来的公道，而他过去几十年的恐惧、担忧、悲伤，在拿到证明的这一刻起，都奇异地消散了。尤尼斯在镜头前高举死亡证明，军事独裁政府所犯下的罪恶终将无所遁形，而那单薄的一张纸变成了刺破政府当年谎言的头枪。如今巴西已经转型为民主国家，尤尼斯呼吁政府应该赔偿政权受害者的家属，同时他还深知是时候对独裁统治时期的罪行展开公正审判了，让正义不再迟到，让历史的伤痛不再被遗忘，让类似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。晚上，芭比与哥哥马塞洛坐在桌前，挑选用于报道的父亲照片。突然间，他问起哥哥一个问题：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父亲不会再回来了？马塞洛说，他是在看见母亲捐出父亲衣物的那天意识到了这个问题。芭比却称自己在离开里约的当天便于心中埋葬了父亲。那时候他看着曾经的家离自己越来越远，就猛然意识到有些逝去的人和事也许永远都不会回来了。这场持续几十年的追踪调查终于告一段落。尤尼斯翻开那本专门为鲁本斯建立的档案，将死亡证明珍重地放了进去。
他随后又翻出维洛卡在20年前拍下的影片，看着屏幕上依旧年轻的丈夫，尤尼斯在心中悄悄说了声再见。鲁本斯的尸体仍未找到，而他作为生者只能在心中为鲁本斯筑起一座坟墓，以此作为最后的告别。时间来到2014年，此时的尤尼斯已经当上了祖母，享受着儿女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。只是当孙辈们的欢声笑语回荡在房间里时，尤尼斯却坐在餐桌旁无动于衷。原来他于13年前就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，可在听见电视上对于当年独裁统治的报道时，尤尼斯缓缓抬起了头。而报道中称鲁本斯是抵抗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之一，更是让尤尼斯原本涣散的眼神重新迸发出了光芒。尽管岁月模糊了他的记忆，但有些情感早已深深烙印在灵魂深处，永远都不会消失。全篇完。哦，对了，如果喜欢阿月讲的这个故事的话，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哦，让我们每晚在光影23室相互陪伴，于苦难中铭记，汲取前行力量。我仍在此是2024年巴西剧情片，影片改编自马塞洛的同名回忆录。现实中，鲁本斯于1971年在里约第一陆军师的军营中被杀害，有5人因对他的折磨和谋杀而被起诉，但至今仍逍遥法外。此外，尤尼斯于2018年在圣保罗去世，享年89岁。影片借助这个家庭的变迁，既深刻展现出独裁统治对普通人生活的破坏，也凸显了人性在黑暗中的坚韧与光辉。鲁本斯的消失对于尤尼斯的家庭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，可生命的坚韧恰恰就体现在于废墟中重生的勇气里。就如被狂风吹折的树苗，只要根还在，就能再次向着阳光生长，去拥抱痛苦，让泪水冲刷悲伤，在心底播下希望的种子，用每一个微小的行动为自己搭建通往新生的阶梯。或清晨的奔跑，或夜晚的沉思，在家人朋友的陪伴下，在心底力量的支撑下，我们终将穿越黑暗，拥抱新的曙光。如今光影23室已经启用了热推功能，通过台湾朋友们的点击支持，可以帮阿月实现影片的更广泛曝光。具体操作步骤在说明栏中有详细说明，这将有助于我结识更多的观众朋友。阿月在此先行谢过，真诚希望在台湾的您能帮我尝试一下，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如果你喜欢我讲述的故事，可以点击观看光影23室的播客列表，这里面分类整理了阿月讲述的近500部电影故事，总有一款适合陪伴您进入甜蜜的梦乡。当然也不要忘了订阅光影23室，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查看我的最新视频。